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吉他就该这么玩的小课堂，我是你们的吉他小导师大树。那我们平时听到吉他声音发出来的很空灵、很美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回头率超高的，叫做泛音技巧。OK， 那么刚刚开头的那2段炫酷、空灵又好听的吉他声音大家分得清楚它是自然泛音还是人工泛音呢？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一起去探讨吉他世界里面最美、最迷人的声音——自然泛音和人工泛音。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开看吧。那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泛音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怎么样形成这个声音的呢？其实它在吉他演奏里面是可以产生一种很特殊的一个音效出来它可以让吉他发出一种空灵、清澈、明亮，而且很独特味道的一个声音。那么极大的去丰富了吉他音色里面的一个表现力，还有演奏效果。基音就是我们完全去弹出一个很正常、最清晰的一个声音。那泛音呢，就是要压制住琴弦，然后再去让琴弦震动起来。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泛音的效果出来了。那吉他最清晰的泛音呢，一般都是分布在5品、7品，还有12品这些地方。6根琴弦的这几个位置都是有泛音的。一般呢，我们是分为2大类一个是自然泛音，第2个是人工泛音。那么我们在玩指弹的道路上很多大神呢去创新一些技巧出来，所以泛音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个衍生。比如说我们左手独立的泛音，右手点泛音，还有我们的右手拍泛音。等等的一个泛音技巧。不过这节课呢，我们主要还是去学习自然泛音和人工泛音为主主打一个轻松简单的学习，而且易上手。那我们学会这个泛音以后弹出来的音色会变得更加绝美，更加好听。路人听完呢，对你也是非常的哇塞那么学习完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课后作业安排给大家。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学习自然泛音那自然泛音它在谱子上面的一个符号标记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弹1弦5品的泛音，那1弦5品5这个数字上面它会有一个小书名号，这个整个符号就代表自然泛音的符号，那我们直接把它弹响就可以了。那自然泛音在吉他特定的品位上，比如说5品、7品、12品这些地方是不需要用到左手按弦的那记住是不需要按弦的，我们只需要通过左手轻轻的触碰琴弦，然后右手去拨响琴弦，迅速的松开，就可以让琴弦呢产生部分震动而发出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自然泛音了好，那刚刚我们也说过常见的自然泛音呢，在5、7、12品这些地方，尤其是在12品的自然泛音是最清晰、最明亮的。那自然泛音演奏的部位呢，它其实相对会固定音色也有一定的稳定性，还有独特性，经常会被表现在一些悠扬的一个旋律片段，或者是比较空灵的一个气氛也可以作为装饰音去点缀。好，那现在有一个基础小练习，还有另外一个作业，我们有一个打上花火的前奏，教给大家去学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基础练习的话呢，我们是一个自然泛音，先从5品，然后到7品，再到12品的一个练习。那我们在弹自然泛音的时候呢，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声音弹得最大声、延音最长呢？也就是我们刚好弹完以后，比如说我弹一个1弦5品的这个声音，弹完以后马上把手松开。如果你不松开的话呢，它延音是非常短，然后出来的一个音量也是比较小声的，可以听一下，基本是很小声所以我们弹完以后呢，要马上把2个手都松开，那声音和延音都会放大，都会延音的更长。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迅速弹完出来以后，觉得还是音量还是很小声，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轻触琴弦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压到琴弦了那这个时候它弹出来还是有点小声的，所以我们是真的非常轻的就碰到琴弦就好了。那弹出来的声音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基础练习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先从1弦的5品开始弹响它的一个自然泛音，然后以此类推推到我们的一个6弦就可以了。先来。对，大家也可以发现其实越往上的琴弦，越粗的琴弦它的泛音点会越闷这个是很正常的。泛音一般集中在1、2、3到4弦的这几个位置，会更加清晰明亮一点。到了5、6弦它的一个泛音点呢会相对闷一些好，然后继续回来6、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技巧，弹完马上松开，然后记得是轻触琴弦就可以OK，然后到我们的一个1弦7品开始。
好，回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越往下的一个品位呢，它的一个泛音的音量和它的一个延长音啊，都会更强了一点哈。好，到12品。好，回来。OK， 大家练习完以后呢，我们可以尝试去学习一下。接下来给大家布置的作业，打上花火的前奏。那这个作业的话呢，相对会有一丢丢的难度啊。大家先把这个第一个作业呢先练习完，再学习第二个作业。好，首先打上花火，它呢相对会有一点难度啊，毕竟它的跨度会比较大。那我们在弹这首歌的时候呢，你的手腕哈一定要往前推一点点，让你的这个每个手指啊都有力一点去按。你看，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弹，这样弹你的这个泛音是放不起来的。等一下 ，OK， 来。这样子，对手要往前凸一下。OK， 我们现在示范一遍啊，前2小节。OK， 这是前2小节，那后2小节的话呢是一样的弹法，我们只需要学会第1小节和第2小节就可以了。首先呢，第1小节第1拍，它是我们用一个中指按在6弦的8品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食指轻轻的去点我们的一个4弦7品的泛音，同时拨响哈。第一个音是4弦7品泛音加6弦8品，同时拨响。你看弹完以后呢，我们的手指泛音的位置是要松开哈。完了以后，我们的中指不要松哦，一定要做一个低音的延长音，手指保留法哈。然后小指2弦12品泛音，自然泛音。好，3弦7品。好，3弦12品。这是前2拍，再来一遍。OK， 然后再重复一遍，噔啊，4弦7品，然后2弦12品。好，2弦12品的地方呢，我们是马上中指滑到了6弦的10品，再同时拨响2弦12品的泛音哈，这样子的。哎，这里跨度中指和食指的跨度就有点大了。我们最后一拍呢，3弦7品，然后小指3弦12品就可以了。好，把第1小节连贯起来。滑 ，OK， 那第2小节相对简单一点，不需要我们的中指了。那我们弹法是一样的，首先4弦7品泛音加6弦空弦音，好，2弦12品，3弦7品，1弦12品，然后4弦7品，2弦12品，好，然后5弦7品，3弦12品，啊，是吧？简单很多。OK， 第2小节再连贯一遍。弹的时候迅速离开啊，弹的时候迅速离开，然后我们右手也要用力弹一点，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让整个泛音更大声，延音更长。好，把3、4小节慢速连贯起来。好，最后一个音，然后呢，我们做一个 C9。爬音结束就可以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整体连贯起来就是爬音结束就可以了。OK。那第2个呢，就是技术更高超的人工泛音哈。那人工泛音的符号呢，跟自然泛音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要弹1弦5品的人工泛音的话呢，它是先标注一个空弦音0这样子，然后在0的隔壁，它会有一个1弦5品的一个自然泛音的符号啊。那这整个符号加起来呢，它就是人工泛音了。那人工泛音的技巧我们是怎么弹的？等一下会教大家。那首先为什么它叫人工泛音哈？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当自然泛音它不能满足我们弹奏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人工制造出来新的一个泛音点，让整个歌曲会弹得更有独特性啊，更有灵活性一点。那它的原理呢，跟自然泛音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示范一下，都是轻触琴弦哈，自然泛音。那么人工泛音是用右手弹出来的，而且人工泛音呢，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左手按弦的一个位置，而右手触碰琴弦的位置呢，来产生不同的一个泛音。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演奏人工泛音的时候呢，左手先按住任意一根琴弦的一个品位，它的一个非空弦音。比如说我要按1弦的3品，然后呢，我们要往12品上面去找到这个基音的泛音点。
好，那基因的泛音点是怎么推算出来的话，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啊。那首先我们12品往前面的这些所有品位和12品往后所有的品位，它们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相差一个8度而已，比如说高8度和低8度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在推算基因的泛音点的时候，那我们找泛音点就很好找了。比如说1弦12品的泛音点是在这里的，空弦的泛音点。那假设我要按1弦3品，我想弹出1弦3品的泛音点呢，我们就要从12品开始往后退3格，1、2、3，移到15品，它的泛音点就自然落到了15品的地方。那我们再直白一点说，只要你按1品，那我们12品高8度它的往后的一个泛音点呢，就往后移1格。那按2品的话呢，就往后退2格；按3品就要退3格以此类推就没问题了。那首先我们怎么去做到人工泛音这个技巧出来呢？我们人工泛音右手的一个指型像拿一个手枪一样的感觉，就真的感觉那我们有个小练习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的食指是要笔直的在笔直的一个状态下，千万不要弯这样的话会不好看。你在弹泛音点的时候，会很丑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有点像我的食指在纸板上面游荡的感觉一定要笔直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用指尖轻轻的触碰到12品下品丝因为12品它有2个品丝嘛，每一个品位它都有2个品丝我们要在这个品位的下品丝这个地方轻触这个琴弦，然后我们用大拇指或者无名指去拨响这个声音。拨响以后，你的一个手指要马上迅速的、很快的离开你的这个琴弦，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增大它的一个音的延长，还有音量。如果我们不松开手指的话呢，弹出来它的声音是比较小声，眼音也是比较小的。同时也不能太压住琴弦一定要轻触琴弦，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大家可以用大拇指，也可以用无名指去拨响这个泛音。练习完以后，那我们有一个小作业交给大家首先第一个练习呢，我们是从5品到7品，再到12品的人工泛音，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学习一下首先1弦5品开始。好，然后到我们的一个回来。好，要到1弦7品。好，回来。OK， 到1弦12品。对，食指一定要注意要笔直的一个状态。回来。好，当你练习完非常熟练以后呢，好，接下来我们的人工泛音第2个强化练习5五会的一首英文名的歌曲。OK， 来先来示范一遍。OK， 这首歌的话呢，相对更加抒情一点人工泛音呢也会有一丢丢的难度大家要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双音弹的时候，好不好？首先第一小节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它第一个呢是2个空弦音，1弦还有5弦的空弦音。弹的时候，我们先弹1弦的一个人工泛音，再用大拇指去拨5弦就可以了。人工泛音的时候用无名指去拨这个人工泛音就可以了。然后双音，这个时候我们食指要提前放在3弦的2品，好，拨响。我们用大拇指去拨这个3弦就可以好，拨完以后呢，第3个音马上弹2弦12品泛音。好，同样的，这个时候我们把无名指按在6弦的一个4品就可以了，弹法一样只是根音变了，变成1、6弦。好，第2小节前2拍也是一样只是大拇指按在了6弦的2品，食指也是不变是不是？好，再来一遍1、6。然后3弦这个14品，然后2弦12品。OK， 到了这里呢，马上全部手松开，小尾指移到我们的1弦5品，同时弹我们这一个1弦17品的泛音。好，然后松开我们的一个无名指按在1弦4品，然后弹16品，还有6弦的双音。OK， 然后1弦空弦音就可以了，连贯起来。第2小节。
OK， 第5小节一四弦双音，一弦是做一个人工泛音哈。然后我们无名指按在2弦3品，然后弹2弦15品的泛音。然后中指按在这个3弦的2品，然后弹3弦14品的泛音。OK， 延音就可以了。来，再来一遍。好，最后第4小节，一6弦双音，一弦是做一个人工泛音哈，然后2弦14品泛音，对，中指也要按着2弦2品哈，也要再弹14品。好，延音完以后呢，到第5小节，食指按在4弦的2品，然后2、4弦同时拨响，2弦空弦音哈，2弦的话是弹我们12品的一个人工泛音。就可以结束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个人工泛音以后呢，其实还有很多歌曲可以去玩。如果想要挑战高难度的话呢，可以学习金融所的一首《Like a Star》。这首歌曲我们有出过教学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一个稿件里面搜索一下。好了，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记得啊，无论是自然泛音还是人工泛音呢，都需要你去不断练习，去感受，去享受。那么每一次的一个尝试呢，都是向更厉害的自己去迈进一步啊！加油吧，吉他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干货再见，拜拜。